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杭州美女设计师远嫁台湾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在婚姻中，尊重与理解比什么都重要，而文化差异带来的误会，有时候真的会伤人于无形。小文是杭州一名知名的室内设计师，年纪轻轻就在业内小有名气，手头项目源源不断，收入也很可观。她长得水灵灵的，性格开朗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特别招人喜欢。虽然条件这么好，但是在杭州这个女多男少的城市，30岁的她却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对象。丽姐，我真的不想将就啊。小文常常在我这个红娘面前抱怨，我不图对方多有钱，但至少得有共同语言，能懂我的工作，能尊重我的事业吧。我能理解小文的心情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不像我们那个年代，只要能吃饱穿暖就行。他们有自己的追求，对婚姻的期待也更高。机缘巧合下，小文参加了一个设计师交流会，认识了来自台湾的阿伟。阿伟是台北一家建筑设计公司的主管，来杭州出差，两人一见如故，从设计理念聊到人生哲学，从工作经历聊到未来规划，仿佛找到了知音。丽姐，她真的太懂我了。小文兴奋地告诉我，我设计的作品，她一眼就能看出我想表达的意境。这种被理解的感觉太棒了。短短1周的相处，两人就迅速坠入爱河。阿伟回台湾后，两人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异地恋，每天视频聊天，分享生活点滴，感情越来越深。半年后，阿伟向小文求婚了，希望她能嫁到台湾去。丽姐，我该怎么办？小文纠结地问我。我在杭州事业正好起步，客户资源都在这边，去了台湾要从头开始，我怕自己适应不了。说实话，两岸婚姻确实比普通婚姻要复杂许多，不仅是地理上的距离，更有文化上的差异，生活方式的不同。我见过太多因为这些问题而导致婚姻失败的例子。小文啊，婚姻是一辈子的事，不能冲动。你们异地恋半年，实际相处时间并不长，你对台湾的了解也不多，要不先去台湾住一段时间，看看自己能不能适应那边的生活。我给小文提出了建议，小文听从了我的建议，休了长假，去台湾住了2个月。这2个月里，阿伟带他走遍了台北大街小巷，让他感受台湾的人文风情。小文也结识了一些台湾的设计师朋友，了解了当地的设计市场。丽姐，台湾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。小文回来后对我说，那边的设计行业很发达，消费者的审美也很成熟，我觉得自己在那边也能有发展空间，而且台湾人真的很热情，阿伟的朋友们都很照顾我。看着小文眼中的光芒，我知道他已经做出了决定。半年后，小文和阿伟在杭州举办了婚礼，随后小文便收拾行李，跟着丈夫远赴台湾生活。刚到台湾时，一切都很美好。阿伟在台北有一套不大不小的公寓，位置很好，离捷运站很近，出行方便。小文很快就在台北找到了工作，虽然起点不如杭州时那么高，但他并不介意，毕竟是新环境，慢慢来嘛。丽姐，这边的同事都很 nice， 工作氛围也很轻松。小文经常在视频通话中向我汇报她的新生活，虽然薪水比杭州少一些，但是工作时间规律多了，不用像在杭州那样经常加班，生活质量反而提高了。然而，蜜月期过后，问题也逐渐显现。首先是语言问题，虽然都说中文，但台湾的用语习惯和大陆有很大不同。小文经常因为用词不当而闹出笑话，比如有次他说垃圾袋，台湾同事都不理解，后来才知道台湾人习惯叫塑胶袋。还有次他说卫生间，结果台湾朋友一脸茫然，原来台湾人习惯说洗手间或化妆室。其次是生活习惯的差异，台湾人很注重环保，垃圾分类特别细致，还有固定的垃圾车时间。小文刚去时不适应，经常把垃圾分错类，或者错过垃圾车，导致家里囤积垃圾。阿伟虽然嘴上不说，但眉头总是紧锁。再就是饮食文化的不同，小文喜欢麻辣鲜香的川菜，而台湾饮食偏清淡。小文每次做饭都要放很多辣椒，阿伟吃得直冒汗，却不忍心说什么。后来两人干脆分开吃，阿伟在外面解决，小文在家自己做。这些小摩擦慢慢积累，两人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多。
但最让事情恶化的是小文无意中说的一句话。那天，阿伟带小文参加公司年会，介绍他认识各位同事。酒过三巡，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两岸差异上。有同事好奇地问小文，来台湾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小文喝了点酒，话也就多了起来。老实说，台湾比我想象的要落后一些。我以为台北会像上海、杭州那样繁华呢，结果感觉更像是大陆的2、3线城市。不过台湾人的生活方式确实更慢、更舒服，不像大陆那么拼命。话音刚落，现场气氛瞬间凝固，阿伟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，同事们也都面面相觑。我说错什么了吗？小文还一脸疑惑，阿伟硬挤出笑容，说没事，大家继续喝。但之后的整个晚上，他都没再跟小文说一句话。回家路上，阿伟终于忍不住发作了，你知道你今天多失礼吗？在我同事面前说台湾落后，你是来羞辱我们的吗？小文莫名其妙，我只是实话实说啊，台北的建筑确实没杭州新，街道也没那么宽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大了，阿伟激动地说，你这是典型的大陆人优越感，以为 GDP 高就了不起吗？台湾的民主制度、社会福利、教育、医疗，哪方面不比大陆好？你以为有几栋高楼大厦就是发达了吗？两人一路争吵回家，最后小文气得躲进卧室，而阿伟则在客厅沙发上过了一夜。第二天，小文去公司上班，发现同事们对他的态度明显冷淡了许多。午休时间，没人邀请他一起吃饭，他只好独自一人去食堂。丽姐，我真的不理解。小文晚上给我打电话哭诉，我说的明明是事实啊，台北的高楼确实没杭州多，街道确实没那么宽敞，地铁确实没那么新，这有错吗？我叹了口气，跟小文解释，小文啊，这不是对错的问题，而是尊重的问题。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发展轨迹，都有值得骄傲的地方，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。大陆这些年发展速度快，高楼多了，马路宽了，但这不代表就全面超越台湾了。台湾虽然高楼没那么多，但环境更宜居，社会更包容，公民素质更高，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。而且，我继续说，你现在是台湾媳妇了，在公开场合评价台湾，尤其是在丈夫和他的同事朋友面前，一定要格外小心。即使你觉得自己说的是客观事实，但言语间流露出的优越感会让人非常不舒服。小文沉默了一会儿，低声说，我明白了，丽姐，我没想那么多，只是实话实说，没想到会伤害到他们的感情。明白就好，我安慰他，婚姻是一场持久战，需要不断调整和妥协。你和阿伟既然选择了在一起，就要学会理解和尊重对方的文化和感受。挂了电话，我陷入了沉思。这样的故事，在我做红娘这么多年来，见过太多。两岸婚姻，除了要面对普通婚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还要克服文化差异带来的种种挑战。许多大陆姑娘嫁到台湾后，会不自觉地拿大陆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成就来对比台湾，觉得台湾不行了。殊不知，这种比较本身就充满了不尊重。而台湾人对此极为敏感，他们非常在意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自信，哪怕是善意的建议，如果表达不当，也容易引发反感。同样的，很多台湾男生娶了大陆姑娘后，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某种优越感，认为台湾的民主制度、社会风气、公民素质都比大陆强，这同样会让大陆配偶感到不舒服。两岸婚姻的磨合，归根结底还是要靠相互理解和尊重。无论是谁嫁到哪里，都要学会欣赏新环境的优点，而不是一味地拿自己熟悉的标准去衡量一切。小文的故事还在继续。那天晚上，阿伟回家很晚，两人谁都没主动说话，气氛尴尬到极点。直到第3天，阿伟的妈妈听说了这事，专门打电话来调解。小文啊，阿伟跟我说了那天的事情，婆婆语气和蔼，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的，但是台湾人对这个真的很敏感。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从亚洲4小龙到被大陆赶超的过程，心理上多少有些失落感，所以听到大陆来的人说台湾落后，特别是自己的媳妇这么说，阿伟会受伤也是正常的。小文听了婆婆的话，心里更加愧疚，她从没想过自己随口一句评价竟然会触碰到台湾人内心深处的痛点。妈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小文诚恳地道歉，
我只是单纯从城市建设上比较，没考虑到背后的感受。以后我一定注意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婆婆笑着说，两岸一家亲嘛，都是中国人，何必那么计较？你来台湾也不容易，要适应新环境，重新开始事业，不简单啊。阿伟应该多体谅你才是。有了婆婆这个和事佬，小文和阿伟的关系总算缓和了一些。晚上，阿伟主动买了小文最爱吃的珍珠奶茶回家，算是和解的信号。对不起，小文主动道歉，我那天说话确实欠考虑，伤害了你和你同事的感情。阿伟叹了口气，我也有错，不该那么激动，只是听到你那么说，我感觉很没面子，好像娶了个看不起台湾的老婆。我不是看不起台湾，小文急忙解释，我很喜欢台湾啊，这里的人热情友善，生活节奏舒适，环境也好，我只是习惯性的用杭州的标准去比较，确实不妥，我明白。阿伟点点头，其实我来杭州出差时也有类似感受，被那些高楼大厦和繁华街道震撼到了，心里暗暗羡慕大陆的发展速度。但是台湾有台湾的好，或许不在表面的繁华上，而在生活的细节中。两人敞开心扉交流后，关系有所缓和，但是公司同事对小文的态度依然冷淡，毕竟第一印象已经形成，想要改变并不容易。小文决定用行动来改变同事们的看法，他开始主动学习台湾的风土人情，了解台湾的历史文化，特别注重观察台湾社会的优点。在公司，他勤恳工作，虚心请教，从不因为自己来自大陆而有任何优越感。慢慢的，同事们发现小文真的在努力融入，态度也开始转变。尤其是在一次公司设计比赛中，小文凭借他在杭州积累的经验和独特视角，提出了一套融合两岸设计元素的方案，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认可。你的设计真的很有新意。项目组长忍不住夸奖，把大陆的前卫元素和台湾的人文关怀结合得恰到好处。小文谦虚地说，这都是团队努力的结果。其实两岸设计理念各有千秋，大陆注重效率和视觉冲击，台湾则更注重细节和使用体验，互相学习才能做出更好的作品。这一次成功的合作，让小文在公司站稳了脚跟，也让同事们对她改观。她不再是那个目中无人的大陆媳妇，而是一个能够尊重、欣赏台湾文化，又能带来新鲜视角的优秀设计师。阿伟看到妻子的变化，心里也很感动。有一天晚上，他主动向小文道歉。其实那天我反应过度了，我应该理解你刚来台湾，有些文化差异是难以避免的。作为丈夫，我没有好好引导你，反而让你在公司难堪，是我的不对。小文摇摇头，别这么说，我们都有不足。这段时间我认真观察思考，发现台湾真的有许多值得大陆学习的地方，比如这里的交通秩序特别好，闯红灯的几乎没有。垃圾分类回收做得非常细致，公共场所都很干净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更加礼貌温和，这些都是台湾的软实力，可能不像高楼大厦那么显眼，但对生活品质的提升却是实实在在的。阿伟听了妻子的话，眼睛亮了起来，你真的这么觉得？当然，小文认真地说，我现在明白了，发展不只是 GDP 数字和高楼大厦，还有社会风气、公民素质、环境保护等方面，台湾在这些软实力上确实领先大陆许多年。以前我总觉得台湾经济不行了，被大陆赶超了，但现在我发现台湾走的是另一条发展道路，注重生活品质和社会和谐，这未必比一味追求 GDP 增长差啊。阿伟被妻子的真诚打动，紧紧拥抱了她，谢谢你能这样看台湾。其实我也知道，大陆这些年发展迅速，很多地方已经超过台湾了，我们应该取长补短，互相学习。就这样，小文和阿伟共同克服了文化差异带来的第一道坎。但是，两岸婚姻的挑战远不止于此。很快，他们就面临了另一个问题：家庭观念的差异。在大陆，尤其是像杭州这样的城市，年轻夫妻买房置业是婚后第一要务，而且多半会得到双方父母的资助。但在台湾，房价高企，年轻人普遍晚婚晚育，很多人选择长期租房生活。小文和阿伟结婚时，阿伟父母给了他们一笔钱作为新婚礼物，但远不够在台北买房子。两人一直住在租来的公寓里，
对台湾人来说，这再正常不过，但对小文而言，总觉得没有自己的房子，生活没有着落。阿伟，我们是不是该考虑买房了？某天晚上，小文试探性地问：买房？阿伟愣了一下，现在台北的房价这么高，我们的积蓄还不够首付呢。再说，这个租来的公寓不是挺好的吗？交通方便，小区环境也不错。可是小文欲言又止，在大陆结婚就要有自己的房子，这是基本的。租房总觉得像寄人篱下，没有安全感。阿伟忍不住笑了，这就是文化差异啊。在台湾，很多人一辈子都租房住，这很正常。房子只是生活的工具，没必要把所有积蓄都投入不动产。我们可以把钱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，比如旅行、进修、投资。小文张了张嘴，想反驳又不知从何说起。在他的观念里，有房才有家，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信条。但是看着阿伟轻松的表情，他又不忍心坚持己见。要不我们先存钱，等积蓄够了再考虑买房。小文妥协道：好啊，不急。阿伟爽快地答应了，丝毫没有意识到，在小文心中，这个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。随着在台湾生活时间的延长，小文渐渐发现，两岸在家庭观念上的差异远不止房子问题。比如对于孝道的理解，台湾人强调孝，但更注重精神层面的关怀，而非物质上的赡养。对于子女教育，台湾父母普遍更加宽松，注重培养孩子的兴趣和创造力，而非一味追求分数。这些差异时常让小文感到困惑和不适应，有时候他会忍不住怀念杭州的生活，那里有他熟悉的文化环境和处事方式。但每当这时，他就会提醒自己，既然选择了跨文化婚姻，就要勇于面对这些挑战。丽姐，有时候我真的很想家。小文在视频通话中向我倾诉，不是物质上的想念，而是那种文化归属感。在台湾，虽然也说中文，但有时候我说一句话，别人却理解成完全不同的意思，这种感觉很怪异。我能理解小文的心情，文化认同感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。当一个人离开熟悉的环境，置身于另一种文化中，即使表面上能够适应，内心依然会有失落和不安。小文啊，这是所有跨文化婚姻都会面临的挑战。我安慰他，关键是你要明白，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只有不同。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文化认同，同时也要尊重和理解台湾的文化特点。两种文化的融合，或许能让你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小文若有所思，丽姐说得对，我不能老是用大陆的标准去要求台湾的生活。其实台湾人真的很友善，生活节奏也很舒适，我应该多看到这些优点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小文慢慢找到了平衡点。在工作中，他充分发挥自己在大陆积累的专业优势；在生活中，他则积极融入台湾社会，学习当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。最让小文欣慰的是，他终于获得了公司同事的认可和尊重。他带来的大陆设计理念与台湾本土审美相结合，创造出了许多独具特色的作品，甚至吸引了不少大陆客户与台湾公司合作。小文，你真的为我们公司带来了新气象。项目总监在年终总结会上公开表扬他。你的加入让我们看到了两岸设计融合的可能性，也开拓了我们的业务范围。听到这样的评价，小文心里甜滋滋的。他回想起刚来台湾时的忐忑不安，再看看现在，事业有成，婚姻幸福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然而，生活总是充满意外。就在小文以为自己完全适应台湾生活的时候，一个意外的消息打破了平静。小文，我妈妈生病了，可能需要做手术。有一天，阿伟一脸凝重地告诉他，那我们赶紧去医院看看吧，需要什么帮助尽管说。小文立刻表示全力支持。谢谢。不过阿伟犹豫了一下，我妈说不用麻烦你，她有我爸照顾就行了。小文一愣，为什么？我是她儿媳妇啊，婆婆生病了，我理应去照顾她呀。阿伟尴尬地解释，在台湾，生病这种事情一般是最亲近的家人照顾，毕竟要换衣服、洗澡什么的。我妈可能觉得你来照顾会让她不自在，这番解释让小文更加困惑了。在她的观念里，婆媳关系再怎么复杂，婆婆生病了，儿媳妇理应照顾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如果推辞不去，那简直是大不孝。那我至少可以去医院看望她吧？小文问。当然可以。
阿伟赶紧点头，周末我们一起去。周末到了，小文特意买了婆婆最爱吃的水果和补品，来到医院。让她意外的是，病房里除了公公外，还有几位阿姨，都是婆婆的姐妹和好友。小文来了，婆婆精神还不错，笑着向她打招呼，真不好意思让你跑一趟，我这点小病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妈，您别这么说，您的健康是最重要的。小文关切地说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您尽管说。婆婆摆摆手，不用不用，我有你公公照顾，还有这几个姐妹轮流来陪我，够了。你和阿伟工作都忙，别为我操心。看着婆婆坚决的态度，小文心里有些失落。在大陆，婆婆生病，儿媳妇不闻不问是要被指责的，但在台湾，似乎婆婆反而不希望儿媳妇过多参与照顾，这种文化差异真的让小文很难适应。回家的路上，小文把自己的困惑告诉了阿伟。在大陆，婆婆生病了，儿媳妇是主要照顾者之一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如果我不积极照顾，别人会说我不孝顺、不懂事。但你妈妈似乎不希望我太多参与，阿伟若有所思，可能是文化差异吧。在台湾，我们更强调每个家庭的独立性，即使是婆媳关系，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和边界。我妈妈可能觉得，让你太多参与照顾她的生活起居，会打破这种平衡，给你带来负担。这不是负担啊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小文有些激动，阿伟握住她的手，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，但是在台湾，表达孝心的方式可能和大陆不太一样。比如，我们可以经常打电话关心，定期去看望，送一些实用的礼物，而不一定要事必躬亲地照顾生活起居。小文慢慢消化着阿伟的话，确实，两岸在家庭观念上有很大差异。大陆强调修身齐家、治国平天下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，界限也更模糊。而台湾受西方文化影响更深，更强调个人空间和家庭边界。我明白了。小文点点头，我会尊重你妈妈的意愿，但也希望能以我的方式表达关心。当然，阿伟笑了，我相信我妈妈会感受到你的心意的。婆婆的病情很快好转，顺利出院回家休养。小文没有强行去照顾生活起居，而是每天打电话问候，定期送去一些滋补的食材和日用品，还主动提出周末带婆婆去做康复理疗。这种不越界又充满诚意的关怀方式，让婆婆非常感动。阿伟，你真是找了个好媳妇，婆婆由衷的赞叹。小文很懂事，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不会让人感到压力。听到婆婆的夸奖，小文心里美滋滋的。她终于找到了一种既符合自己价值观，又能被台湾家人接受的相处方式。这件事过后，小文和阿伟的关系更加稳固了。他们开始认真规划未来，包括要不要孩子，如何平衡两地的亲情关系等问题。丽姐，我觉得自己终于算是融入台湾社会了。小文兴奋地告诉我，刚开始真的很不适应，总觉得台湾落后。现在才明白，发展有不同的道路和标准，不能简单的用高楼大厦的数量来衡量。台湾的生活品质、社会福利、环境保护等方面确实走在前面，这是实打实的发达啊！我为小文的成长感到欣慰。两岸婚姻需要双方不断调整和适应，但只要心中有爱，再大的文化差异也能跨越。小文和阿伟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在跨文化婚姻中，尊重是第一位的，尊重对方的文化背景，尊重对方的价值观念，不带偏见的去理解和接纳不同之处。其次是沟通，当遇到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时，不要急于指责对方，而是应该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，同时也要耐心倾听对方的解释和观点。再次是包容，任何两种文化之间都存在差异，没有高低优劣之分，只有不同。能够包容这些差异，并从中汲取营养，才能让婚姻更加丰富多彩。最后是成长，跨文化婚姻虽然充满挑战，但也是一个难得的成长机会。通过不断学习和适应，双方都能开阔眼界，提升自我。所以说啊，大家千万别以为台湾就是经济不行，那可是误会大了。我对着镜头语重心长地说，台湾的人文素养、社会风气、环境保护等方面其实走在前列呢。
两岸各有所长，互相学习才是正道啊。说到这里，我突然想起最近接待的另一对跨海情侣，台湾小伙子和大陆姑娘。那个台湾小伙初次到大陆，被眼前的高楼大厦、便利的移动支付、高效的物流系统惊呆了，连连感叹大陆发展太快了。而他的大陆女友却谦虚地说，硬件发展快不代表什么，台湾的软实力、人文关怀才是我们要学习的。看，这就是相互尊重的态度，没有优越感，没有偏见，只有真诚的欣赏和学习。两岸一家亲，无论是通婚还是交流，都需要这种平等尊重的态度。希望小文的故事能给有意跨海婚恋的朋友们一些启示，婚姻不易，且行且珍惜啊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分享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哦。下期我会带来一个关于台湾女婿到大陆生活的有趣故事，敬请期待。我是丽姐，咱们下期再见。